好，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是大胆岛的这一场攻防战。我们的独家报道，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海龙弃金门，改守到澎湖地区去了。前线防卫战略大洗牌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会就战略层面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读。先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国军的一项人事跟防卫的调整，在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荡。国军精锐这个是海龙蛙兵已经完成了主力来后撤澎湖，这一支军队在过去被称为是台版的海豹部队的这个特战单位。原本呢，他们常年都是驻守在金门的，但是现在已经改驻到澎湖了。公开资讯也显示，现在澎湖已经重新被定位为反登陆战的远程封锁作战核心的训练区，也代表说台湾的战略防线已经全面的后撤了吗？尤其地理位置上面来看的话，金门距离厦门其实不到10公里，算是前线。但是如果说撤到了澎湖的话，距离厦门是100公里的位置，等于是180公里的位置，等于是整整再多后退了100多公里哦。那美军同样的，他们的部队也不会到金门去协训了。接下来他们是否也暗示金防区已经不再具有实战价值了呢？海龙的移防澎湖，这是单纯的一个战术上面的调整，还是配合美方要放弃外岛，有这样子的一个战略？委员怎么解读？如果我讲不对，请厉将军修正哈。我印象中，这个海龙蛙兵是属于海军的2栖部队的征收营。陆军讲错，陆军的2栖部队的征收营，跟海军的蛙人呢是2个不同的团体哈。那原来啊，因为他是陆军的2栖征收营，所以他住在这个金门啊。现在如果放在金门，最大的战略意义是什么？它可能会变成俘虏，很快在第一个时间。因为金门就会被包围啊，就被俘虏，而且它最常的是所谓的征收啦、特战啦、这个爆破啦，或者这些什么操作无人艇啊，这些东西哈。但是现在的战争已经进入重武器的时代，你看俄乌战争就知道，重武器压倒了一切哈。那在金门这么靠近厦门的情况底下，如果真的发生台海战争，第一个时间金门一定投降。没有第二话说，因为他完全没有存活的空间，马上会被包围哈。因为解放军已经不是1950年代那个解放军了。那再来呢？同时发生战争了，不会说先打金门，再打澎湖，再打台湾，一定同时3方面全部都打。那这种全部都打的一个状况底下，你那个精锐的部队如果不在澎湖来做反登陆的话，因为澎湖登陆跟台湾岛的登陆，还有金门登陆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你到时候很快金门被俘虜了，其他地方就失去了这些部队了哈，而且是花很多精神训练出来的。那你在这个，其实我也不客气讲了，你即使在澎湖也没什么用啦，哦，只是大概澎湖被包围跟那个金门被包围时间不会超过3个小时，不会超过3个小时，全部被包围。那台湾岛反正会比较慢一点。是，好，那赖老师呢？我在救国军这个服务过，所以我们有一个成功队，就是属于这种蛙兵这种2栖侦察的特种部队。我在那边工作，我也跟他们有很多的，因为都是同事，很熟，因为我们是突击队。他本身在前线作战中里面，他负责情报收集，也负责刺杀，也负责颠覆，也负责爆破，当然也负责海上的救难。可是他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就在于，他要离对方很近，因为他的投送的一个载具是很小的船，很安静的船，气垫船，或者是用很安静的船才能够贴进去。那你想，我们在外岛的时候，我们离大陆就是很近，所以他可以往前面去摸索，进入到对岸的这个海滩、上岸等等。那在金门也是一样，在救国军也是一样，在马祖也是一样。可是你今天撤到澎湖来，你的功能是什么？你如何进行情报收集？对，你如何进行爆破？你如何进行暗杀？或是你如何接近那个大陆那边？你根本都什么都没有了嘛。那它是一个我们讲的拳头中的拳头，是一个尖刀出去的部队，它不是防守性的。就你把它放到澎湖，变成守势的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它的功能跟它的角色就失去了。训练那么的严，训练那么的艰难，结果你训练出来的士兵，他竟然变成不是尖刀中的尖刀，而变成是一个防守的。
我觉得这个功能事实上是很奇怪的，是会把它转移到这个澎湖来，我真的是觉得匪夷所思啊，是不能理解。是好，那李将军呢？我想大胆好了，我给各位看几张照片哈。第一张照片，这是在大胆岛上面的一个石头上面写的4个字“回头是岸”。那为什么会写“回头是岸”？我要摆出这张照片，因为我们知道，闽南地区很多移民到南洋去的，都是从厦门出海。从厦门出海，他都一定会经过大胆岛。那时候提醒这些准备移民的这些民众，跟他们讲回头是岸哦，你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可能此生一去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那我讲这个主要是告诉各位知道，是大胆岛的地理位置，事实上是厦门航道里面必经的一个岛哦，所以它这个岛是非常重要。第二个我给各位看一张照片哈，这张照片可能大家都有看过了哈。这是你？这是对，这是我，这是在大胆岛上面的一面墙，上面写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哈，这是在80年代的时候的新战标语。那这面墙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它跟厦门很近。进到这面墙，让厦门那边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这张照片主要表达说是这个大胆跟厦门是非常近。那刚刚前一张是说它的航道是非常重要，大胆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那接下来讲1950年的时候，哈，这个大胆岛战役是怎么打的？大胆岛战役那时候，这个解放军总共有700个人，他们还特别看这个姓名学，选了一个指挥官，他指挥官叫包成，这场仗一定要打到包成哦。但是他那个包不是这个包公的包，是包正方的包哈，是另外一个包成。他那时候解放军不会登陆作战，他不晓得怎么样两栖登陆，就是他想法很单纯了哈，他。一个部队从这边登陆，一个部队从这边登陆。等一下我再给你看，这中间这个是一个沙滩哈，那这两边是高地，这个叫南山高地，这叫北山高地。他2个部队从这中间登陆，不还半夜的时候他这个抢滩登陆，一上来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就是阿兵哥都非常紧张嘛。你说登陆抢滩作战，谁不害怕谁不紧张？就看到前面有影子。他们就互相开枪了，那你一开枪我也开枪，就变成这两支部队都是友军，都是共军，他们在互打，后来打到一半以后，那时候已经伤亡很多了，在这沙滩上面已经伤很多。打到一半以后，他发现不对，但是对面是自己人，就喊停火，停火，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所有人都趴在沙滩上面啊。这时候大概凌晨3、4点钟的时候，都趴在上面，怕打到自己人就不打了。不打，这时候这个南北守军来讲，你看这个是蓝色的，南北守军营长是在南山这边。好，等一下我给各位看相片。他这时候他也不晓得北山通讯完全中断，他就叫他的传令兵叫赖声明从这边跑过这个沙滩到南边去看，说南边这个部队有没有被打掉，还在不在？然后如果说还在的话，说早上7点钟两边开始同时发起攻击。就赖声明就从敌阵中间跑过去，还在，营长交代说明天早上7点钟同时发起攻击，然后他又跑回来，他可以在敌阵里面来回跑2次，因为这个天黑状况之下，那种这敌情不明状况之下，其实而且大家都穿着军服所以说他居然可以这样在这阵地里面来回跑。当然在第2天早上天亮的时候，南北同时发动攻击，然后将中间沙滩的共军就全部歼灭在沙滩上面。那我给各位看一下这张也是我照的照片，这个是我在那边处理未爆弹所炸出来的一个效果，这是炮弹，是真的炮弹爆炸。那我照的位置就是在北山。这个思敏，你假如说你是指挥官，这时候你站在这边，你的视角看大胆岛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是北山，这南山指挥所。那你想想看，中间这个沙滩这么浅的一个沙滩，那如果说是共军以现在来讲的话，他绝对不会再犯这个1950年的那个错误他一定会用什么？第一个，他会用无人机来侦查你这个部署的一个状况、先例状况，他也不会用挖人上来，他用无人机就可以看。那第二个来讲，他直升机这边距离那么近，
他如果说武装直升机，包括50过来，可能就对我们先期的做这个阵地攻势做一个攻击跟破坏哈。第三个，我跟各位报告哈，你知道这个距离我刚刚讲的，距离大陆厦门只有4.4公里，4.4公里是迫击炮的射程呢，就是说用迫击炮都可以打5公里，它迫击炮都可以打得到。那再来，如果它要登陆作战的话，以解放军来讲，这个沙滩其实用2栖登陆战车154的轻战车就直接冲上来。所以用轻兵器是完全没有办法能够抵挡住解放军的攻击。那最后我再讲一句，其实大潭岛现在因为时空背景已经改变了哈，这个岛在也没有当初的那种战略的那么重要，因为以前这个可能它是航道的必经之处嘛，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大陆他们自己有新的航道可以走啊，所以说不需要再经过这个航道，所以它的重要性也不如像以前那么重要。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说是这边的守军现在已经比较属于那种政治意识，就是说，比如说我还占领了这个岛的意义比较大了，是那军事上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好，谢谢将军。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